Hello，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蓝手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个不同的品牌，就是积家 Jaeger-LeCoultre。这个品牌一直以来都是以这个纹表出名，那积家也被制表人誉为制表人会购买的手表。那一直以来我对这个品牌我都觉得有点遥不可及，因为总觉得自己的年纪还不到能够撑得起这样子有历史的品牌的资格。那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入手他们家的品牌，而他们最近推出的一支叫这个 Polaris Chronograph， 我觉得充满了设计的亮点、工艺的细节以及历史底蕴的一个很棒的一个作品，而且它看起来不会那么的传统，那么的正装。我觉得是我会很喜欢的一个样子。OK，Anyway，这一支 Polaris Chronograph 呢，我觉得整个设计来讲是更为年轻，然后它是计时码表，我觉得带有一点点活力跟生活正面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蛮想介绍这支给大家聊一聊的。OK，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请大家动动小指头，就帮吉米按个赞就好，然后订阅就好，然后开启小铃铛就好，对，就3个就好，好就好。OK， 那我们频道开通了这个收益模式。OK， 如果有广告跳广告如果影片跳广告，就烦请各位帮吉米多看10秒钟。你们多花这10秒钟，对我跟小编来讲就是最大的鼓励。吉米在这边谢谢大家，吉米跟你们贵，咖喱贵，对吧？台语应该是这样讲的。OK， 我每次都觉得我讲台语很像在骂脏话，咖喱贵，然后听起来很像在骂脏话。OK，Polaris 系列对于积家来说呢，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这要追溯到1968年，当年这个积家推出了这个 Memovax Polaris 的潜水闹铃表。那这只表在潜水时设定闹铃，提醒它这个氧气瓶，这个叫水肺，因为有这个功能而一炮而红，也成为了非常经典的这个运动代表作。直到2018年呢，品牌决定再重塑这一段历史，推出了完整的 Polaris 系列，也让积家不再是只有 Reversal 或者是 Master 正装表跟方表的这个代名词，在运动领域，他们现在有了非常强烈的存在感。那这一次2025年是推出了 Polaris 的一个新的面盘，叫做 Ocean Grey。它在2023年推出了灰色渐层之后，这一次再进化，它不光是在颜色上面做改变，更是透过了他们新的技术，是35层的漆面处理，搭配3种不同的修饰手法，让整个面盘呈现深邃蓝灰调，光影变化下有着层次分明的效果。真的是一只让人看了就会头皮发麻的手表，不光是颜值高，内在的机芯一样不容小觑。我真的很希望我有生之年能够去瑞士他们的制表工厂里面，真正去看他们制表师如何在现场组装一只手表，我应该会潸然落泪吧，我觉得那一定很感动。Anyway， 今天的影片我会带大家从时间的脉络，再聊到它设计的重点、机芯的构造、市场的价格，以及它适合的佩戴人群。最后我再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知道凭什么这只表在高端运动计时码表来说，它可以脱颖而出。那我们就跟着，不对，那你们就跟着吉米一起看到最后吧。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Anyway， 积家的这个 Polaris 系列呢，是诞生于1968年。那最初的这个 Memovax 的 Polaris 之所以特别，它不光是潜水表，而是它是带有闹铃功能的潜水表。在那个年代，潜水员下水，他必须要掌握精确的时间，因为他要提醒你的水肺还剩下多少的氧气。否则那个意外是非常恐怖的。Even 到现在，为什么手表会只给单向旋转圈，也是避免在水中误触，导致你计算水肺的刻度有误。OK， 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电子的穿戴装置可以去检测你的这个水氧，但是有的时候多带一个机械性的东西，它还是一个实在安全的一个选择。OK， 也就因为这个表的推出，就是这个 Memovax Polaris 推出，潜水员在水下，他可以巧妙的掌握精准的时间，然后把闹钟融入了这个潜水表，让安全使用的功能变成一个很前卫的设计，也很快创造了很棒的话题。
时间一路来到2018年，积家选择在50周年之际呢，重启这个 Polaris 系列，并非单纯的复刻，而是赋予它更广泛的产品线，从简单的 Polaris Date 到有世界时区的 Chronograph World Time， 甚至它还出了万年历的系列。那积家把整个系列打造成非常多元的运动家族，其中今天讲的 Polaris Chronograph 计时码表呢，则是我觉得最让我注意的一个型号，因为我很喜欢运动表的阳刚气质，那在日常佩戴中，它又能够兼具这些的 Coat 的优雅。2023年，积家为这一款表带来的重大的升级，就是推出了全新的 Caliber 761自制机芯，取代了过去 Caliber 751的机芯。那这一次的导入呢，还加入了渐层的漆面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35层的那个工艺。那以3层的结构、多重的工艺，让市场非常的振奋。而我们今天的主角 Polaris Chronograph Ocean Grey 则是在这一个基础上，再以深蓝色的色调去诠释一种更为沉稳、现代感更强烈的一个气质。这不光就是颜色变一变而已，我觉得它是把50年前的那一个时代语言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延续。吉米自己是觉得 Polaris 系列的定位刚好填补了积家在过去10年运动领域的一个空缺。我们知道 Reversal 是方表的那个优雅，那 Master 则是经典的圆形3针的正装表。OK， 它很薄，然后非常的简洁。那大家有看过奇异博士吧？奇异博士第1集那个 Master 的那个年历表 ，OK， 那只表就非常非常棒。我如果以后有存到钱，以后我一定会买一个那个表。不过他们很浪费，他们在电影里面把那只表给砸了，我的天老爷。Anyway，Polaris 是将复古与现代运动结合的一个代表。那个 Ocean Grey 的出现，只是让这个系列又多了一些深度，仿佛在告诉我们这些玩家，积家不是只会做传统刻板的路线，我们也很懂得去创造新鲜感。OK，Ocean Grey 的 Polaris 呢，它的第一个亮点在于它是采用42mm 的金刚表壳。那这个尺寸对于运动表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标准的尺寸，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厚度是 13.39mm， 戴在手上明显感觉它有分量，但是不到笨重。表耳经过修饰，让佩戴的整个舒适度大幅的提升。手腕较细的人也是可以轻松去驾驭它的。表壳打磨的部分，则是他们家的强项，是非常细腻的。它中壳部分是用垂直的拉丝，边角则是抛光的斜面，在光线的不同角度之下，可以展现出拉丝以及抛光的对比感。那按把跟表冠也同样用高抛光的处理，搭配上箱型的蓝宝石水晶玻璃，有现代感，同时又保留了1968 Polaris 的复古的影子。然而面盘的部分就是这只表今天的灵魂，它的中央是太阳的放射纹，延伸到小时刻度变成了雾面的颗粒感，很像那种我们在做 graffiti 那种涂鸦的时候，那个叫做什么水分过少，那个漆喷成一粒一粒的那种感觉，像沙粒的那种感觉。那外圈的侧束刻度则是光滑的亮面黑色，这3层完全不同的质感造的层次，透过35层的漆面工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光影流动的深邃感。我自己在欣赏这一只表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它那种由浅至深的那种渐层效果，有一种从浅海走向了海沟深海的那种感觉。我自己觉得深海是人类的外太空最难达到的地方，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生物，所以我很喜欢带我的儿子去全世界各大的水族馆去看海洋生物，而我觉得这是很浪漫的父子时光。Anyway， 又离题了。讲回来，细节上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的面盘。OK， 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它有点像是那种中间太阳纹一路到黑，然后再到这个白的颗粒纹，然后点缀用了这个橘色的秒针在头的地方，然后计时码表的60以及整个时标的60，还有它的滑齿的打点，全部都用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橘色。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有
运动感，而且不会让它掉落这个传统机家的这个单调，过度正式。我觉得这样的设计语言让整个 Ocean Grey 呢，它保持着复古又现代，那维持了 Polaris 的经典灵魂，但是它又加入了全新的语汇去诠释，这是我觉得机家这几年在做 Polaris 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这只表搭载的是机家自制的这个 Caliber 761的自动计时的机芯，那这枚机芯是2023年全面更新的版本，是一体式的整合计时，而不是加装模组块上去。那这意味着就是它整个操作会更顺畅，可靠性跟稳定性也会更高。那采用导柱轮跟离时垂直离合的组合，那这对于计时表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那能确保在启动的时候秒针不抖动，然后计秒可以精准、干净利落的开始运行。那这种机械的手感，对于喜欢把玩计时功能的朋友来说，这绝对是一大享受。功能配置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表面，你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它是一个双眼的布局。3点钟的位置是30分钟计时盘，9点钟的位置是小秒针，整个画面是非常简洁，同时它又很有层次，但是你读时间上又不会被这一些层次而干扰，反而是非常的直观。那在动力上，这颗机芯拥有双8条核，那动力储存长达65小时，那几乎可以做到周末免上链，那是28800次的这个每小时的正品，那兼具了稳定性跟精准度。那透过整个透明的底盖，我们可以看到日内瓦的波纹。我来看看OK， 我们可以看到日内瓦波纹，然后它整个 JL 的这个 J 跟 L 的这个 JJ-LeCoultre 这个摆陀，我觉得虽然堪称不上非常的完美，不过也算是很完整了。对，那有栏杆螺丝、倒角打磨、镂空的自动盘，那当然它不是超级复杂的功能，所以机架它还是给了一个很基本的工艺水准。我觉得其实这样就 OK 了，那让这只表维持它原本工具的味道，那其实真正大家也该 focus 的应该是它面盘上面的这个艺术。Polaris Ocean Grey 呢，它的定价是大概15000美，换算下来也约莫是50万台币左右。那这个价位在运动计时，尤其是高端运动计时的这个梯队里面，我觉得算是很合理，而且它的定价是有竞争力的。同样极具的 Daytona 或者是 Royal Oak， 那虽然在2级市场都有非常严重的溢价，可是在工艺细节上，我认为 Polaris 完全不逊色于前面我讲这2个款式，尤其是它这一次全新的35层漆面的工艺以及机芯的结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爱表、喜欢收藏表的玩家会很在乎的一些地方。那另外它还随表附赠黑色的橡胶表带跟蓝灰色的帆布表带，所有的表带都具备快拆系统，那折叠扣也可以共用，所以玩家可以依照场合心情跟使用的情境去做自由的切换。我觉得这种诚意在高级的精品、高级的这种顶级的品牌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少见、非常罕见会给这么有诚意的配件的一个做法。对，那最后呢，就是我觉得这只表的适用人群是非常广。首先来讲，它35层的漆面工艺跟3重修饰的这个三个 layer 的这种面盘，它就已经构成了最基本大家去收藏它的一个理由。那对于日常佩戴者，42短表耳100米防水，那绝对是商务休闲都可以应付。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喜欢户外运动，它都可以很适合的去搭配每一个场景。而且这只表一上会议桌，应该我觉得那个震撼度绝对是大家会在会后问你说，这只表很好看我怎么不知道机架现在会做这么活泼的表？而且这只表也很适合旅行，一表多用。我觉得这只 Ocean Grey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选择。在你们真的去看过它的那个面盘之后，我觉得这个表真的是机架这几年来，我觉得我会想要做一个专题，就是因为这个表我真的蛮喜欢的。
OK， 总结来说呢 ，Jaeger-LeCoultre Polaris Chronograph Ocean Grey， 它是一个将历史、设计、工艺结合的运动计时码表。那当然，它承袭了1968年 Polaris 的灵魂。那这一次却以35层的工艺，结合了全新的 Caliber 761的自制机芯，诠释了什么叫做现代运动优雅风的一只表。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它的配色以及双眼对称的这种盘面的布局，简洁、平衡、易读。再加上透明底盖下给了一些机芯的细节，真的会让人拿着这个表发呆好一阵子。我觉得它不可能会是一只炒作的表，机架向来不是这一种风格，但是它是一个会让你想要一再细细品味的一个作品。那最后再拜托大家一次，看完了影片看到这边，记得帮吉米按赞留言，讲一讲你们对这个表看完的感受，是不是觉得它 overprice， 还是觉得这个表的盘面真的很有艺术气息？那记得分享影片，开启小铃铛，如果看到广告，帮我看个10秒钟，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励。最后，不管什么样的手表，总归一句话，它都无法留住时间，但是可以提醒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过去，我们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要玩得开心，玩得健康，戴表能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并且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以及庆祝的态度去享受每一刻。我是烂熟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Peace。